这是发生在抗日战场上的真实故事。7名国军战士死守八道楼子，与2000多名日军血战5天5夜。1933年秋，日军攻占热河，一路南下，达到了古北口八道楼子。八道楼子地势较高，易守难攻，是长城战役中的重要据点。据点的得失将影响整个大局，因此围绕这个重要据点，国军和日军展开大战。此役，日军精锐进出，飞机、坦克同时进攻。在日军凶猛的火力下，国军不断减员，伤亡惨重。一名打光子弹的战士跳进战壕，直接和日军拼刺刀。随后，在战友火力掩护下，来到防御工事与营长会合。营长命令战士们继续冲锋，不料日军的火力太过凶猛，几名战士瞬间倒地。营长踉跄着找掩体躲避，随后营长扔出一发手雷，直接炸翻了这伙日军。营长突进到碉堡附近，碉堡上的日军机枪手成了前进的最大阻碍。营长迎着子弹冒死冲锋，艰难地来到了碉堡下方，一发手雷团灭了上面的日军，随后带2人冲入碉堡。此时日军正慌忙销毁文件，却不知危险已悄然来临。趁其不备，营长直接窜出，开枪击毙屋内的日军。战场外围，日军坦克赶到，朝着碉堡的方向进发。为了阻断并炸毁坦克，一名战士悄悄爬上坦克，一发手雷塞到坦克舱内，瞬间炸飞了2名坦克兵。此时战场上尸体遍野，国军总算攻下了八道楼子。不过在清点存活人数后，营长很是震惊，因为原本500人的部队现在竟只剩下6个人了。他们分别是老姜、老楚、小白、小潘、小何和营长。营长深知局势严峻，八道楼子必不能丢，他动员小队死守阵地，随后向师部报告，但电话怎么打都拨不通。此时团长带领的大部队正在小路上和日军拼刺刀，敌众我寡，战士们纷纷倒下，团长也体力不支，身受重伤，最后被拖走并被乱刀刺死，头颅还被割下挂到树上。暗处的小顺子瑟瑟发抖，待日军走后才出来翻找食物。联系不到师部，营长心急如焚，看到战士们有说有笑，想起了在军校学习时的岁月。当年抱着保家卫国的信念，他参军入伍，进入黄埔，训练时总是冲在最前面，轻伤不下火线，希望有朝一日上阵杀敌。如今置身于残酷的战场，看到军刀上的8个字“军人之耻，国土未复”，营长更加坚定了意志。碉堡外，2名战士正在巡逻，突然察觉草丛中响动，探身一看，竟然是个中国小伙。他正是此前目睹惨剧的小顺子。小顺子告诉战士们，他的家人被鬼子杀光，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，想加入他们一起打鬼子。见他孤苦伶仃，挺可怜的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战士们便带他回了营地。这天下午，营长清点人数，发现竟多了个小顺子。了解他的悲惨身世后，便在战士们的恳求下接纳了他。随后，他把大伙叫进屋里，介绍了外面的战况。营长严肃地告诉他们，随时准备和日军肉搏。听到肉搏一词，老楚陷入了回忆。老楚本是个武功高手，看不惯蛮横的日本浪人，曾经靠着过硬的功夫，他在街头打得几个浪人落花流水。不料遭到浪人的报复，杀死了老楚的未婚妻一家。愤怒的老楚堵在酒馆门口，当街痛殴那几名日本浪人。不料他们有军方支持，一名同胞中枪被打死，从此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老楚加入国军，弑杀鬼子。这天，战士们吃晚饭时，夜色中出现了一个骑马的身影。此人身着鬼子的衣服，迂回后方，悄悄潜入了碉堡，恰好被回屋的营长发现。随后，他自报名为老贾，穿着鬼子的服装便衣行事，其实是师部侦察连的友军。此行过来是给团长送信的。团长和大部队不知所踪，营长便带团长阅读了信，并告知战士们师部的命令。师部要他们坚守阵地，牵制敌军，帮助第2师在右翼完成突袭。这时小顺子告诉战士们，他亲眼见到团长已经被杀，人头还被鬼子挂到了树上。老贾与团长情谊深厚，新兵营时就在团长队里，知团长惨遭杀害和羞辱，他决定留下来为团长报仇。随后，在小顺子的指引下，老贾来到了团长遇害的地方，远远地看到了团长的头颅。见一名巡逻的日本兵经过，老贾突然猛起，一枪毙命。随后快步跑去摘下团长的头颅，让小顺子把他带回去，自己则要继续侦察敌情。营地内收到团长的遗骸，营长带战士们挖好坟墓，并将团长的遗骸放入坟内，让团长的灵魂得到安息。不远处，伪蒙军来到八道楼子，这支军队主要由蒙古土匪组成。
后被日军收纳做了走狗。争功心切的头目不愿等待日军大部队的到来，而是准备直接出击八道楼子。此时营地内的战士正在操练，他们用磨刀石打磨着兵器，准备给予日军致命打击。营地外巡逻的小潘眺望草丛，突然察觉草丛中有响动，便把消息告诉了小白。小白随即带小潘过去查看，这时持刀的伪军突然窜出，伪军大部队也随即赶到，把小白和小潘团团包围。营长正在碉堡上侦察敌情，看到小白和小潘被围困，立即带战士们前去营救。杀入敌阵的战士们异常勇猛，很快杀光了冒进的伪盟军，并以手雷吓退了后续伪军。随后营长带队迅速回防，却发现小何怎么也不肯走，百般呼喊才跑回了阵地。随后小何告诉营长，这些伪军大多是蒙古土匪，出身于察尔哈的他对这些人的样貌再熟悉不过了。他曾亲眼见过土匪头目斩杀他的大哥、二哥，自己也差点死在他们手里。小何从小性格胆怯懦弱，遇事就喜欢找堂叔撑腰，但堂叔这次也做不了主，这叫小何苦练武功，练好了找土匪报仇。听罢，营长劝慰小何，那现在应该高兴才是，国仇家恨可以一起报了。这时日军部队已经在外围集结，长官正训斥头目擅自出击。这天战士们正在就餐，突然传来一连串枪声，营长立即上楼侦察敌情，发现大批日军正在进攻。见敌军的数目如此之多，营长决定让出碉堡，让战士们埋伏在侧翼。伪军和日军联合冲锋，迅速包围了碉堡，却不知正中营长的下怀，被侧翼埋伏的战士们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日军吓得仓皇逃窜，伪军试图从侧翼突袭，被埋伏的战士们拦住。小何主动请缨，收拾有杀兄之仇的头目。一波伪军进入了碉堡，不知早有人埋伏至此，战士们个个以一敌众，杀得伪军连连退却。在与土匪头目的较量中，小何也逐渐占据上风，几下打得头目口吐鲜血，最后一刀毙其狗命。碉堡上的老姜越杀越勇，杀死伪军一名队长后，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曾经他是大刀队的一员，与队友们共同防御日本人，却敌不过日本人的枪炮，被关押起来游街示众，可谓是受尽了屈辱。队友们从街头杀出营救，老姜也趁乱侥幸逃脱，随后参军走上了抗日路。如今仍旧是这把钢刀，老姜要用日军的鲜血祭奠死去的队友们。一日激战过后，夕阳如雪，战士们照例放下旗帜。此刻营长十分清楚，虽然他们撑过了今天，但仅凭他们这几个人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战败后的日军十分生气，认为碉堡中至少有2个营的兵力。于是次日2000多日军齐齐出动，他们先以迫击炮轰炸打探虚实，随后发起了大规模冲锋，被老贾和小潘用机枪压制。随后日军吹响了冲锋号，用坦克朝营地不断轰炸。接着发起了第2波冲锋，战士们以手雷削减敌军，朝着敌军猛烈射击，奈何敌军坦克太过强大，小白被炮弹炸伤了双腿，老贾也被冲上来的日军围困。在经历了一番血战后，老贾体力不支，被日军乱刀刺死。见此情形，战士们怒不可遏，朝着冲锋的日军疯狂扫射，终于逼退了日军的攻势。随后他们回到碉堡，将旗帜盖在老贾身上，并帮小白包扎好伤口，让小顺子留下来照看他，准备迎接日军的下一波进攻。久攻不下，日军狗急跳墙，直接以坦克重炮轰炸阵地，压得战士们起不了身。随后日军再度发起冲锋，凶猛的老姜主动上前迎敌，一刀一个鬼子，在日军阵中杀红了眼。奈何老姜双拳难敌4手，终究还是被日军包围，随后被乱刀刺死，用最后一丝力气呼喊：中华民国万岁！狡猾的日军长官知道战士们一定会过来收尸，于是暂退到远处埋伏。果然不久后便看到营长和小何前去收尸，日军立即发起猛烈攻击，营长背起老姜的尸体就跑，撤退中小何手臂中弹，第一反应却是不想当拖累，大不了把这条手臂砍掉。来不及悲伤，日军攻势不减，营长立即部署下一步作战计划，并把仅存的武器带入碉堡。不久后，日军的冲锋号再度响起，随之而来的还有3架战机。一阵轰炸过后，碉堡上的营长被炸瞎了双眼，在小顺子的搀扶下才回到碉堡。这时日军乘胜追击，再次向碉堡发起冲锋，仅存的几名战士杀入敌阵，英勇奋战。乱军之中，小潘被刺中腹部，但他一扎衣服继续战斗，赤手空拳同日军搏斗，最后还是被日军乱刀刺死。碉堡中，营长包扎好双眼，嘱托小顺子一定藏好，找机会逃出去。随后他向小白要来手雷，并让小白指引方位。
把枪口对准了上楼的位置。碉堡外，小何持刀左砍右挡，大刀都砍出了豁口，无奈只能扔下大刀，干脆和鬼子贴身肉搏。老楚试图过去支援小何，却被一名日本兵背刺，他忍痛杀死几名日本兵，最后赤膊上阵支援小何。2名习武之人背水一战，乱军从中杀个7进7出，却敌不过敌人潮水般的攻势。最后，小何也被乱刀刺死，老楚也身中数刀，凭着最后的意志扛起旗帜。日军大部队冲入碉楼，里面就只剩小白和营长2人。他们一个眼瞎，一个腿伤，有心杀敌却无力回天，但他们决心要做最后的斗争。小白拖着伤腿翻身下楼，掷飞刀杀死日军队长，最后也被日军乱刀砍死。失明的营长绑好手雷，拉栓与日军同归于尽。后续赶到的日军军官看到眼前的一切，十分震惊。他原以为和他们抗衡的起码是一支完整的国军部队，没想到竟然只有7个人。随后，长官叫人修建坟墓，立了7块勇士之碑，表达了对7名战士的敬意。电影《八道楼子》改编自古道口八达岭战役中7名战士死守八道楼子的真实故事。在如此悬殊的实力面前，7名战士却用他们的意志坚守了八道楼子5天5夜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。1寸山河1寸血，每1寸土地都是先烈们用鲜血打下来的。我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，更应不忘屈辱，致敬先烈。